这是一个在讲爱与被爱的故事。然后被打的时候，那个露娜身材很好，整个屏幕全部都是命运钢弹。看幕一开始就死掉了，拉克斯他被抢，呀没得。然后黄大河就脸绿，全能攻击自由登场，然后旁边散发着美妙的粒子，你们一定要去看，这太好看了。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NG 小江老师。嗨，我是阿志。你看这是哦，最新的海报呢？你知道为什么我有这个吗？因为我已经超前看完这个戏的 Freedom 的剧场版。首映了。我们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完全剧透，完全剧透。所以如果你怕你的观看的这个感受会被剧透影响，那这一集你先不要看，你等你看完电影再回来看。反正这是一个在讲爱与被爱的故事，爱一个人会为他所做的事，跟爱的人做爱的事，听他心中琐碎的声音。好，不看了，现在赶快先离开啊！他剧里面有一句名言：爱的反面是什么？不爱，仇恨。爱的反面不是仇恨，而是漠不关心。首先，我跟你讲，我们现在不要按照这个剧情来讲，因为我希望我讲完的是让大家更想去看。所以我不会按照整个剧情的时间走，我们用角色。一开始我先讲一个我想都没想过这集这么厉害、这么精彩、这么浮夸、这么讨人喜欢的一个角色，你知道是谁吗？飞鸟。对，首先他被黄大河感动。黄大河跟他说一起战斗吧，在戏的 Destiny 的结尾的时候，然后他就加入了 Compass 的阵营。然后他加入了 Compass 的阵营，然后他一开始觉得他不被受重用，黄大河他都叫他在后面算稍微顾好后面就好，然后他自己去前面战斗。他的队友就呛他说不朽正义不是给你开的，你是哪里不被重用了？但是另外一个队友呛他说，你当然不被重用啊，因为你的外号是什么？自由杀手。你记得吗？然后他队友就说，如果我是黄大河，我才不敢给你留在身边呢，哪一天突然被你背后插下去。然后真飞鸟去到这个 Foundation 阵营的时候，被呛呢，他的老大黄大河被呛，好，那个5个疯子嘛，好，然后说要不要来挑战一下这个剑术？对，结果在那个剑术对打的时候，真飞鸟打输然后真飞鸟就美送了嘛，这个是他吃瘪的部分也有他表现精彩的部分就是他开不朽正义第2次要去打这个毁灭钢弹的时候，跟这个正阳自由配合之好2个人行云流水，动作一致，然后啪，这以前毁灭出来多厉害，你知道吗？我记得剧场版好像5秒吧，他就变牛排上来的时候已经切好的那个。再来这一段就比较凄惨一点，他开不朽正义对上黑骑士，被秒掉秒杀，就啾，然后完全就感觉他只能是打小兵的角色，你知道吗？就是他只能打这个练不出驾驶员，只要那个驾驶员黑骑士里面有练得出名字的，真飞鸟就打不赢怎么这么弱啊？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是铺陈的部分，它比较重要的是它有几个很纯真、很可爱的地方。第一个，他去劝架，因为黄大河跟阿斯兰在打架。结果他分别被打一拳，然后他被拉去旁边说，没你的事。然后还有他在吃晚宴的时候就2个女生在讨论他，说他好像很笨还是什么，然后他也过去问说，什么代志？很可爱，很纯真。再来最可爱的就是，因为某个剧院他们必须去抢夺战舰，然后去抢夺战舰的时候，他拿枪指着自己的女朋友露娜，他想要给她惊喜，但是露娜那时候心理状态是以为他已经不朽正义被打爆，所以他以为真飞鸟已经死掉了。他还拿枪给他嘟着开玩笑差点被被露娜打死。然后被打的时候，那个露娜身材很好，所以被打的时候，一边痛一边开心，你知道吗？然后就整集就觉得他的个性终于表现出他比较纯真的那一面。但是你不要以为他只有纯真，他发狂起来，他拿到命运钢弹以后，直接对干黑骑士，太精彩了。
黑骑士一开始他1对1打不赢了，这次直接1干3，这是3个黄大河，对，他一个人可以打3个黄大河的意思。然后打完啊，黑骑士真的受不了，他想说，我们来预测真飞鸟下一个动作是什么，预测他的战斗思考。对对对，结果没办法预测，因为真飞鸟在战斗的时候没有在思考。看到什么拿什么。对，就像你在做模型的时候，你连想都没想就做完，哦，算吧，有一点那个感觉。对，有点。我觉得在这整个剧里面，你就最像真飞鸟的角色。真的。对，阿蛇就比较像阿斯兰的角色。等一下跟你讲为什么。然后黄大河黄大河哦，就你啊，我应该不是黄大河，我是龟仙人。第一次不是读不到吗？对啊。第二次他们决定要来催眠真飞鸟，这时候真飞鸟心里面的最底层，史黛拉跑出来，史黛拉跳出来说我要保护真飞鸟，然后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催眠真飞鸟，因为这个家伙的黑暗面深不见底。哇，你看又纯真又黑暗，战斗力又爆强，他把命运钢弹开到骨架变成红色的，机体反击。哇，人把机体开成这样，然后他呛黑骑士说分身不是这样用的，然后整个画面、整个电影院、整个屏幕全部都是命运钢弹。本来我跟你讲，露天那个露天虾皮命运都卖不掉。对啊，你现在再上去搜，我要去找就都没了，直接升值哎。而且他应该会出 NG1X 吧？应该要出吧？因为我在组 NG 的时候发现他蛮老的。还没哦，还不是他最强。宙斯外挂装备，命运装上去以后，整个逆天帅，然后逆天帅以后，他去把那个干有一个什么炮，干什么炮打爆，那什么炮？还是我忘记了。什么魂啊，还是什么忘记了？安魂曲啊，圣魂曲。所以贯穿整部戏，哇，他真的其实从一开始就出场了。人家黄大河一开始出场，他还比黄大河先出来开不朽先弹出去，然后到最后一幕，人家也是打那个镇魂曲打爆，贯穿全场的一个角色。所以真飞鸟在这一集，我觉得他超可爱的。MVP 对，戏的 Destiny MVP， 这一部是戏的 Freedom。OK， 好，那真飞鸟的部分我们先讲到这边。那既然讲到这个宙斯外挂装备，对，我们还是要讲一下这个木这一次它应该是开春雨还是春雨感，反正就是长得像异端，结果是会变成立钢弹的那一台，有没有？然后是红色的量产机，春雨啊被黑骑士打爆，然后我以为看木一开始就死掉了，结果他掉到那个山谷里面，原来他是去救他的女朋友露娜，因为大天使号被打爆。不，讲错了，不小心共用，共用马牛啦，错名字啦，舰长，是这样往前，对，就是他去救他还好他们两个都没死，因为在最后这个马流这个千年号驾驶的表现，还有他那种坚定的表现，我直接先穿插，你知道马流凶起来有多凶吗？那个千年号是一个战舰哦，对，然后他把对手的战舰，他说用撞的，林北也给你撞过去，他以前不是什么然后就什么炮吗？他这次最后近战攻击啊，他直接给我把林北弄落，然后那个战舰他是直接这样插了那马流这部戏里面的女人凶起来都很恐怖。好，但是我们刚才要在讲木的这个对，宙斯装备，宙斯外挂装备，春雨被打爆以后，后来他又开小，就是金色那一只，又出来，金色的那一只出来以后呢，他穿着那个宙斯的装备，对，又去挡住那个镇魂举的发射，真的卖情怀是不是？然后他挡完以后，他就说。化不可能为可能的工作，真是血汗啊！他自己讲，真的很好看呢。好，木讲完了哦，马流也讲完了，就这样就好了，先这样就好。因为要留一部分给你们自己去体验。这整集下来有没有色的可以看？有拉克斯真的他被抢了，他被抢了，真的假的？等一下跟你讲，那个抢的妈。好，帮我加一个妈，然后问号。我们现在来讲最关键的黄大河。
黄大河基本上就是这部电影的主角嘛。对，首先我们先讲他开的机体正阳自由。他开正阳自由的时候，就是行云流水，杀那些小兵，杀那些喊不出驾驶是谁的时候，是真的很厉害。而且他维持了以往那种自由钢弹这样火力全开的，砰，全开哦。他还多一招什么，你知道吗？他在打架的时候，那一只小飞机会先射出去，就是他的那个盾牌嘛。嘿，他先攻，会帮忙攻，然后这个炮打完以后降落，人站着以后手举起来，那个盾牌会飞回来挂着，咚。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美国队长不是，这个就是以前我们抽烟的时候，我现在戒烟了哈。我知道，这就跟那个投篮一样，我知道你一定会进，所以我是不看你的，就这样子，直接这样子。哦，对，但是还是有点不一样，还是不一样。以前我们点烟，烟要这样，然后打到嘴巴，对不对？然后打火机要转一圈，然后用小拇指开，点火，对不对？抽完要把打火机弹起来，对，弹很高哦，看能不能弹1-2公尺哦。然后你要先抽一口烟，这样接住打火机。哦，你知道完全是耍帅的战斗，那在战争呢，战争你看就说哦，然后这个时候你只要再配上西川贵教老师的音乐，一开始我的鸡皮疙瘩就全起了，超好看。然后终于吃瘪了哈，被谁打爆？不是，还没那么快打爆，在打爆之前，他们去 Foundation 拜访嘛。好，然后去 Foundation 拜访的时候呢，那个金毛欧路飞，我跟你讲，电影版跟他们那个套件还有官网，他们翻有很多个名字，所以我在这边我就先叫欧路飞，好不好？然后欧路飞第一眼看到拉克斯的时候，跟他握手，这样来，拉克斯就这样，为什么拉克斯被电丢了？为什么拉克斯？然后嘴巴变樱桃小嘴，他们有心灵感应，他们有整个酥麻哦，还有心灵去讲的。然后黄大河第一次看到他一起在冲上，他有喊他哦。第二次拉克斯坐在椅子上，然后欧路飞说：“我们可以跳一支舞吗？”个点掉，又酥麻，然后他们就跳，然后黄大河就脸绿了。绿嘛。后来他们又去一个亭子，欧路飞跟拉克斯啊。然后他们两个好像手又碰到了，到最后啊，黄大河又看到了，他又假装没看到。是。后来黄大河回去那个战舰的时候，那个女生又出来了，安格尼斯，就好像一开始开机的那个你说很帅那个，哦，开吉阳啦，开吉阳那盾牌会，他就要去追黄大河，他就说拉克斯都这样对你的，来啦，我来啦，然后他就要赶军队哦，结果黄大河说。呀没得，他把他推走哦。我觉得是不是反过来了？怎么拉克斯被邀约的时候，拉克斯都 OK， 结果黄大河哎呦反应很激烈，把他推走，很矜持哦。然后黄大河走出去的时候，才发现拉克斯那时候本来已经回来要找他了，还拿汉堡还是什么东西点心要给他吃。结果拉克斯看到他们两个在休息室你情我浓，看不下去走了。其实黄大河当时是在拒绝的。对，然后那个女生讲了一些这个拉克斯的坏话，拉克斯听不累，没送照啊，然后走了以后呢，黄大河发现那个点心去追拉克斯，被欧路飞挡下来。欧路飞说：“你没有资格追他，因为你看从命运计划议长被你杀死以后，世界有和平吗？没有，世界的战争更多，自然人跟调整者对立更严重。好啊，你是救了谁？然后你看你的双手沾满了鲜血，现在还在发生战争，都是你害的，所以你根本没有帮到拉克斯，你是一个废人，你没有实现拉克斯所希望的和平，你在他旁边就是一个浪费，你就是一个碍事者。”所以他把黄大河自己本来就对心中有所怀疑的事情被讲出来，你知道吗？然后他就没有去追拉克斯，你知道，这就是爱没有表达，爱没有沟通。拉克斯因为没有被追来，后来被欧路飞一起掳走，他算是骗走。那在骗走的时候呢，黄大河他们要去进行另外一场战争 ，Foundation 跟康佩斯就是要去抓那个米开尔上校，然后黄大河开他的这支场。正阳自由，他开他正阳自由出去，被黑骑士催眠，然后他眼睛就变
红色，他陷入黑暗吧。啊，当然最近不是心情很不好，对，然后他就在远方，他就突然看到疑似米凯尔的军车，他就失控暴走，然后暴走以后，不是有一个和平国际线嘛，对，然后他就穿越了那个和平国际线，结果在众人的压迫下，因为穿越国际线是要可以发动攻击制止他的，可是可不可以发动攻击，拉克斯要说可以才可以哦，对，然后拉克斯说可以。哎呀，哇，那时候的黄大河整个已经是黑暗到极限，然后又被黑骑士打爆。在被打爆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吉养不是就掉下来嘛？因为求爱不成，补尾刀这个时候兹寇克掉下来了，先救这个被打爆的正阳自由，这是阿斯兰第一次救黄大河。在此同时啊，他们发射了核弹，然后一发被露娜玛利亚挡下来，可是一发打中了，然后他们的城市就爆炸。还有剩下的黑骑士，他们去歼灭了大天使，大天使就毁灭了，我们大天使就这样没有了。我买的都还没做嘞，然后就没了。后来呢，他们就很狼狈的就聚在一起，阿斯兰就在讨论策略。结果这时候黄大尔说：“没有用了，不要讲了，不要打了，没有用，反正打都没有用。”他终于脆弱，他终于崩溃了。他说：“我以前做的事都是白做的了，我也没有帮到拉克斯。”后来阿斯兰听到不爽，你知道走过去走，干崩了。然后打下去以后啊，什么清醒，黄大尔整个跟他干起来了。但是后来他终于把他打醒。他说：“真正的朋友，这就是需要就是你在脆弱的时候把你点醒。”阿斯兰每一句话都找着他的痛点去讲出事实，然后他还嫌队友没用。后来阿斯兰就终于受不了，他就呛他说：“你想要从以前到现在就是这样，你一个人想要完成所有事情，需要帮忙又不讲，好，然后你还嫌我们没有用。”后来他就说他怀疑拉克斯还爱不爱他。然后阿斯兰回他一句什么，你知道吗？我认识的拉克斯不是这样子的。然后全部的人就。是不是被绿2次啊？但是讲到这个拉克斯，他这一次他的身材设定，那拉克斯我们以前看的是，我们有买拉克斯啊，她就是一个身材很平均的一个女孩子。对，哇，这一集右手这里变很大，然后腰变很细，然后臀部变很翘，啊，就右手内头卡上对。然后他被欧路飞扯衣服压在床上，接下来怎么演，你们自己去看。所以真的有谢，这是你们一定要去看，太好看了，真的。接下来就不得了了，哎，黄大河终于去救到他，然后黄大河救到他以后啊，对，就开攻击自由，然后他开攻击自由就跟敌方的王牌机白色的黑骑士很奢华哦，那个打开你知道多帅吗？靠北，我以为他才是主角。你知道他的战舰里面打造的跟皇宫一样哎，那一台机台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模型的预告，那一台出来一定卖爆。他说你开这种机体，你也想打赢我？黄大河就说机体是看人开的啦，我开这种也可以打赢你。对，然后欧路飞就说我开的技术比你好，我开的机体也比你好，所以你不可能打赢我。他结果真的边打，龙骑兵边打掉，然后狂打到整个背包都爆了。这个时候呢，敌人用这个针灸攻击，他们的武器就是会一直帮你针灸的，射很多针出来，阿斯兰就掉下来了。这次就是兹寇克被那个结果阿斯兰爆开以后，然后无限正义就冲去天上。这个时候，他们系的 Freedom 竟然跟星际大战 Star Wars 联名出了 X-Wing 的背包，然后从星际大战的场景飞一台 X-Wing 过来结合，新的正义24 X-Wing 就此诞生，很帅哦，很帅哦。阿斯兰就去打别人，那攻击自由这时候该怎么办？因为他没有背包了。对，拉克斯说这一次我不想要在家里等。我也要参与战斗。他前面被呛说你就是只会在家里等遥控，看着男朋友出去死。所以他说这次我也要战斗，然后他就换上他的战斗服。你会深蹲吗？核心要出力。这样开呢，有点恶心。对，像摩托车都不用趴那么低吧？他开的那一台呢，
叫做骄傲捍卫者，白色那个，对，骄傲捍卫者，然后就飞去，这是我们最经典的。我们之前不是说空中合体，对，然后要插进去之前，我们先不要插，我们先分开一下，因为前面有一件事很重要，攻击自由被打到没电，你知道为什么没电吗？它不是核能机吗？对啊，我们以前不是说核能机是永续能源，可能不会没电吗？对，它被打到没电，就代表是机体被打到过载呢。哎呦，所以这一次的魔王机有多强？超强，然后，好，我们继续插入，哇，然后合体在空中精准的插入合体，然后我就说，你看那个洞就打开，对，然后拉克斯掉下来，我们咪姐有去看，她就只记得那一幕，她一回家就说，她也要重现那一幕，生死关头啊，还把它先对转过来，阿丽娜来呀，你的，哇，我天哪！然后哇，那一合体以后啊，你知道吗？全场的人都起鸡皮疙瘩，瞬间电影院什么声音都没有，你会被那个画面所感动。全能攻击自由登场，然后旁边散发着美妙的粒子，那个是精神感应所造成的奈米粒子，然后整个机设豪华，然后充满现代感、未来感，重点是它有有如神像的那种尊严跟威严。然后它不是还有那个小机翼，这个散发出来的金光啊，就像那个如来神掌，就像佛祖的手。哇塞，真的很帅。那时候他们已经被这个 Foundation 包围，周围一堆战舰哦。对，拉克斯说：“让我来。”他就这样，是啊，全灭，啊，就这样子，所有的战舰全灭，哇，多狂啊！但是这招还不是最强的，他还有一招。黄大河说：“我要申请使用瓦解者这个武器。”接着，然后他的天线就打开了。这个要授权，这个是国际武器呀、它的最高主管要允许才可以发射。对，然后拉克斯在旁边说：“授权给你使用。”噔，哇，差不多快结束了。魔王还没被打死。我们刚才不是讲真飞鸟打，反正他们在同一段时间发生的。对，最后，全能攻击自由是拿出他的布都御魂来把武士刀，生他就被打爆。魔王机啊，嘿，在他被打爆之前，欧路飞就说：“为什么我爱不到我爱的人？爱我的人对我痴情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什么？痴心绝对。哦，谁的歌？那个李圣杰啊，不是，我在唱游鸿明的。结束了。反正重点就是欧路飞说，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爱我？拉克斯，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容易影响别人了。他说，一定有，这个时候一定有人关注着你，对，一定有人爱着你，只是你可能看不到。哦，就算现在没有，以后也会有，知道吗？这就像年轻人，对，你好好工作，对，好好努力，就算现在没有钱，对，以后也会有。就算你现在没有开法拉利，以后也会有机会有。哦，就算没有，也要好好努力。然后反正这样，那对着敌人就爆炸了。哦，他死掉。他死掉了。这真的干话，他死掉了以后就没有了。没有，他的副驾驶在后面，他们那个魔王机是2个人开的。他的副驾驶就是那个很爱他的人，在他死掉之前，那个副驾驶坐在前面看他一眼，忘记有没有那个，然后他才在死之前发现，哎呀，你就是那个最爱我的人，然后2个一起死掉，所以他们是在讲爱与被爱的故事。那我们黄大河的部分，看讲多久了？我靠，黄大河我讲半个小时哎，摄影师应该剪得很爽哦。你不要用三角我现在站在这里，我脚已经快软掉。你脚已经快软了。还有阿斯兰还没讲。阿斯兰很简单，1分钟就讲完了。真的。因为他这一集太沉稳了，好，救了黄大河2次，对，好，打了黄大河，好，然后还告诉黄大河说，
我认识的拉克斯不是这样子。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那个自扣卡出模型就会卖爆，因为自扣克有飞行型装备，那个飞行型装备真的很帅，而且它可以挂着自扣克，自扣克下面再挂着攻击自由，他开那个无限正义啊，最新的装备你知道吗？这里有一把刀，他最后把敌人打死是这样。谢谢你。对，然后敌人就被伙伴。他在战斗的时候，黑骑士他们不是要去读敌人的心吗？对啊。他在想爱的事情，所以他多游刃有余啊。因为阿斯兰这一集实在是表现得太沉稳、太轻松了。哦。再来讲到反派，对，黑骑士一开始我想出这什么鸡舍啊，鬼才会买。知道我今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干嘛吗？就去买7+3。我叫阿志去帮我把黑骑士买齐，所有的装备都要买。很帅啊！在那个剧场版出来的时候，没有办法想象，其实他们是很帅的。他们那个翅膀是要用的时候才会生出来。有时候我们在没看到电影、没看到这个角色发挥的时候，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对啊。但一看完就是买，所以这一次的套件那是卖爆，脉冲也会卖爆，因为这次是露娜玛利亚开的。好啦，那我觉得就分享到这边也很长，但是这个看一次一定不过瘾。对。我觉得我至少会看5次，最少，因为有很多地方，你当下你可能在看字幕，然后画面没看到，对，你可能在看画面，备注没看到，对，那你在看主画面的时候，它旁边有一些彩蛋，或者是有一些细节我们没注意到，所以我觉得要看个4、5次。我看完以后，我第一个想法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想约大家去看，包场，哇！因为那个 4D 叉，对，你知道我在看的时候。是因为是 4D 车。对，然后那个爆米花的咚，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询问，因为我们现在时间有点晚，想要包场的人都已经包场，但是我们还是在询问这个有没有包场的机会。对，如果各位朋友住在台中，我们现在在问下个礼拜6有没有机会包场一起去看电影。对，如果有。我就会公告，然后各位请准时报名，然后缴费才算。我们没有多收1块钱哦。如果成本是300，我们就收300，我们1毛钱都不会多收哦。然后有一个条件，要去看的人要带一只细的模型。那我们最后看完，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模型举起来，在电影院举起来，一起在那里拍一张照片，入组上色完成品。好 ，PVC 只要是细的相关的也可以，就拍一张照片。包场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留下这张照片，留下我们珍贵永恒的记忆，留下我们的爱在这里。那我们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要留下一些对你有深刻的记忆、珍贵的画面。我们曾经做了一件很无聊的事情，但是很有意义。你看，就这样，人与人的互动。包场我要先垫。可能要10万，对，再去一个300给你收回来，然后只希望跟大家拍一张照片，这个要求不过分吧？不过分啊！如果我跟你讲啊，没爆满了，对，我就退钱。只要没爆满，你有爆的都退钱，我都退钱。我们就5个人去看，我公司的人自己去看，我们就吴小强去看，5个人看9万块。等一下，咪姐要去6个。很爽，然后躺着看，坐着看都爽个屁呀，赔死了！拜托大家，如果我们真的有要办，你就不要再犹豫，赶快报，不要问东问西，什么爆米花、可乐，麻烦你现场买，反正有什么你买什么，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只要一公告，麻烦大家直接就报起来，不然我们以后就不会再问大家了。好了，那这一次的这个剧场版真的很好看，我觉得可能是我这辈子看过的电影里面前3名好看。你知道那个？日本第1天上映呢，就直接5亿，他1天的时间直接把之前的 N 所有的4年的所有的钢弹电影的票房全部干掉。对，因为就是好看啊，没办法，太好看，而且这个机射，拨一下，射一下，再砍一下，其实他10秒就可以演完整部，但是他为什么要演这么久？因为他告诉你爱与被爱。大家一起爱 MAD， 大家一起包场，一起去看电影。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见。喜欢我们频道，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拜拜。告诉大家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昨天那个戏院负责包场的人员有联系我，但是呢，我昨天严重的发烧，然后昏迷了24小时，中间有起来，然后又昏倒，中间又起来又昏倒，然后又拉肚子，所以我昨天没有接到这个电话。那今天礼拜六上片当天啊，现在4月20周六，然后人家已经休息6日，所以这一次啊，这个包场的准备应该是太仓促、太来不及了。那我们就看看下一次有没有机会。虽然没有办法包整场跟大家一起看，但是我们一定会一直再去看。所以呢，也鼓励大家赶快去看这个《戏的 Freedom》。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说不定下个礼拜六我们又在台中电影院遇到。拜。